日本两个危险动作让中日冲突又进了一步，解放军无人轰炸机部队亮相，足以能把3000公里内的假想敌夷为平地，对付日本更是不在话下。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近日有外媒放出消息，日本防卫省向日本政府提议在军事装备、设备和武器方面呢，全面的引入西方标准。而与此同时，日本军工企业也开始大规模的制造坦克、战机以及军舰等武器。虽然日本方面给出的解释是为了让大量的军工企业能够赚到足够的利益但是要知道的是，日本的武器装备在国际市场上其实不怎么畅销。毕竟日本很多武器装备呢都是模仿美国，而美国又是国际军贸市场上的宠儿。既然有珠玉在前，谁又愿意买椟还珠呢？所以日本这一番解释并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再结合前些时候日本防卫省宣布要在中国的东海方向部署一支水陆机动部队，那么现在就有理由说日本只是为了可能发生的冲突来做准备。而日本想要对抗的目标不言而喻，那就是中国。日本这两个危险动作，别说其他亚太国家，就连稍微理智一些的日本专家都很担忧，会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不排除会让中日冲突走到最后一步。而日本这种狼子野心，其实从近些年频繁扩充军备就能看得出来，当然也离不开美国从旁边不断的拱火。严格来说，如今这样的局面还要对日本抱有幻想，认为他不敢轻易的开启战争，完全就是在自欺欺人。所以我们接下来必须要做好足够的准备。但是没想到中国的一个突然举动似乎在给日本敲响丧钟。我们来看看，根据消息显示解放军近日在某实验基地进行了一场打击测试，而从官方记者提供的图片来看，3架国产双尾蝎无人机以3角队形扑向预定目标，并且依次投下了制导弹药精准地摧毁了目标。根据相关专业人士介绍，虽然这次只动用了3架无人机编队，但是考虑到解放军早就能够使用200架无人机进行集群飞行，所以接下来解放军很可能会掌握大规模无人机突击作战的技术。而大量的媒体以及专家都认为这是解放军在正式亮相无人机轰炸部队，并且呢，这些专家还觉得，根据中国官方给出的数字，双尾蝎无人机最大航程能够达到6000公里，还可以配备1.2吨的武器弹药。而仅仅是1架这样的无人机就足以对重要目标构成极大威胁，而如果是数十架甚至上百架同时出动，完全能够比拟大量的轰炸机进行战略打击的杀伤力。而如果按照无人轰炸机的作战半径来计算，未来3000公里范围内的假想敌，中国都有能力给其沉重打击。而日本距离中国最近的城市只有690公里，所以日本如果今后还要继续寻求与中国对抗，那么到时候必然会遭到解放军的强硬反击。不客气地说，以中日多年来所积累的国仇家恨，相信解放军非常愿意借着这个反击的机会，把日本夷为平地，让日本重新回顾一下2战时被轰炸的经历。而也希望那个时候日本呢不要后悔自己做出的选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